其实你可以坐在家里，只用10分钟买到全球实体电话卡。视频最后你会看到1年只要6块钱就能保号的一张卡。电话卡的实体其实就是这个 SIM 卡。SIM 卡是手机里面存储用户身份识别资料的模块，它就像 U 盘一样，能存储数据。对于手机来说，能不能允许用户打电话和上网，关键不在于这个实体 SIM 卡，而是卡里面的数据。所以很多新款手机把 SIM 卡直接焊接在了手机的主板上，变成了 eSIM 卡，然后可以通过网络把用户识别资料下载过来，就可以打电话和上网了。但是我们国内的手机都还只能使用实体 SIM 卡，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工具，它是能存储 eSIM 卡的实体 SIM 卡。有了它，你就可以不用换手机，不用去当地营业厅，直接在网上营业厅买 eSIM 卡下载到它上面，10分钟就可以把全球的手机卡拿到手。Uber 的团队给了我9折优惠券，在视频最后我会贴出链接地址。你登录以后，在用户中心的优惠券里面可以看到它的有效期。据我了解， Uber 在国内和国外都有仓库，这比从海外直接买实体电话卡的性价比会更高。Uber 有标准版和高级版2个选择，区别就是下载次数的限制。它一张卡可以存储15个 eSIM 卡的信息，但是只能在安卓手机上去操作。你从 Uber 网站的底部下载安装 APP 以后，如果没有这样的提示，就可以用这个手机去下载 eSIM 卡，然后去到 CM-Link、澳门电讯、香港电讯或者其他国家的电讯网站去购买 eSIM 卡，下载过来就可以使用了。现在我演示一下从 Club SIM 买卡到下载的操作步骤。我们现在开始注册并实名认证一个 Club SIM 的账号。如果你没有这个 Club SIM 的 APP， 可以登录 Club SIM 的网站去下载一个。在网站的底部，根据自己的手机去下载一个对应的 APP。进入 APP 以后，去注册一个新用户。你可以通过自己熟悉的方式去建立一个账户。之前我已经注册过了，我就不再重新演示，我直接登录。由于政策的关系，你登录以后会在醒目的位置看到实名登记的提醒。这里的手机号码可以随便填，暂时没有遇到需要验证的内容。这里你可以选择多种身份的证明文件，如果你不是香港本地人，你还可以选择其他旅游证件，里面可以选择港澳通行证等等这一些能用的证件进行实名登记，然后就可以拍照上传。拍照的时候有一个技巧，就是证件要小于这个方框，要不然它会识别不了。拍完以后确认一下扫描出来的信息，然后提交。这里提示你需要重新登录一次 APP， 就能看到已经完成实名登记。我建议通过浏览器的网页端去购买服务组合，因为网页端的显示会比手机 App 的更直观。购买一张新的 eSIM 卡需要最低消费50港币。我在网络上看到有人说可以购买氪金易的这个50港币的套餐，但是如果你暂时不在香港本地使用的话，会很不划算。可以考虑买3张亚太区的数据漫游通行证和一个短讯组合，总共加起来是51港币。如果你连发短信的需求都没有的话，我建议买4张亚太区的数据漫游通行证。
因为它的有效期有1年，起码不会让你支出的这60港币白白浪费。然后我们选择 eSIM 卡，然后任意选一个手机型号。它的支付渠道很多，你可以用银行卡、用微信、用支付宝。这里我直接用微信支付，然后继续。支付完成以后，你会收到一封电子邮件，然后进入 Club SIM 的 APP， 点右上角的扫码。然后输入刚才实名登记的时候用的那个证件号码，点击提交。最后回到首页，点击右下角的图标，然后点我的 Club SIM。这里是这张卡的电话号码，然后再点管理 eSIM。就能得到用于添加到手机的 eSIM 二维码。至于这个电话号码能用多久，会不会被收回，官方的回答是这样的：只要最后一个服务完结以后，1年内买任何一个服务就能保留这个号码。也就是说，可以买最低只要6块钱的短讯组合，就能保号1年。现在我们打开Uber，登录自己的账户。准备好刚才得到的 eSIM 二维码，然后点击添加新的 SIM 卡，给它一点时间，等它完成下载，然后点击这个开关启用这张 SIM 卡。如果出现这样的错误，只需要开关一次飞行模式，然后重启这个 APP 就能恢复正常。启用以后，你会收到 Club SIM 发来的短信。你在 SIM 卡管理里面能看到它连接到的是中国联通。现在这张电话卡就可以正常使用了。你可以把它放到其他的手机上，打开数据漫游，就能上网和激活代购回来的设备。目前它就只能接收短信和上网。但是你还可以买其他电讯公司的 eSIM 卡，用这个方法不必为了旅游、出差或者留学专门买一部 eSIM 手机，或者到当地商店去买实体卡，只需要短短几分钟，坐在家里就可以拿到实体 SIM 卡。哦，对了，这是Uber的9折链接，从这个链接进入并登录一次，就能领取9折优惠券。别忘了，这个优惠券是有过期时间的。好了，我是机电匠，我们下期见。